遭不住了，遭不住了！重庆的就业环境太恼火了，无法理解。我投了100家简历，只收到几个面试，全是单休不说，要么是散客的打电话，要么是某某银行的催收，要么就是预播就算了，我当场就说了，算了，不合适。真的是重庆什么最多3000多吗？从老家上来重庆10几天了，面不到一个合适的岗位，这是什么社会啊？我真的是想不通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今天就来一起看看如今中国打工人的真实情况。你敢相信吗？以前多少人敢去混的杭州，现在居然没人。曾经打工天堂杭州，现在却成了空城。都说杭州啊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因为这里可是全中国最赚钱的省份，也是浙江省的省会。作为6朝古都啊，这里是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总部，更是网红市。如今却门庭冷落，人烟稀少。曾经那个下班之后人挤人的拉稀街，现在一半的商铺都在关门。这位博主解释说，2022年的时候，杭州还有大约是7.2万新增的常住人口，但是到了今年，这个数字就锐减到只有1.46万人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活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外卖动辄30-40块钱一顿，房租也是水涨船高。一个普通单间就要2-3千块钱，偏偏杭州平均工资在全国还处于偏低的水平，很多人一个月辛苦下来，连吃饭和租房都成问题。而更现实的是，杭州真正有盈利能力的行业却并不多，无非是跨境电商、网际网络、旅游等几个热门赛道。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些行业门槛高，竞争激烈，真正能够赚到钱的还只是极少数。这样的困境不是个例，而是一种蔓延在全中国城市的病，赚钱越来越难，活得越来越累。这个就业问题真的很严峻，不是说35岁以后会被企业辞退找不到工作，现在这个26、7岁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呀。我大学室友一个月3000块钱，一天2班倒，一个班12个小时，这么高强度的工作，工资还那么低，而且是在天津，加上今年又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，这么多人来竞争工作，我可以预想到我这个行业应该是会消失的。我是在天津这边干中介的，大家都不挣钱，怎么买房子？我也知道上面下了文件不要唱衰房地产市场，可现在关键是大家兜里面都扁扁的呀，腰包都不鼓啊，怎么买房子呀？有网友指出，现在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，这几年职场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差。然而一家企业要是效益不好，最快最省事儿的自救方式是什么呢？没错，那就是压榨员工。网友早在2020年大3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兼职了，在学校招聘会随手递了几家公司，几乎都是当场录用。有一家公司甚至为了抢人，主动给他加了工资。然而现在行情就是截然不同了。前2天我就看了一眼那家公司的招聘公告，那个招人的条件呢是越来越苛刻，工资反而还不如我当时了。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压榨员工的方式啊，就是不断的给你加工作量，不断的让你加班，但是呢，工资一点没涨，就应了那句话：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牲口用。我刚才11点多的时候，我刷了一眼朋友圈，就发现我一同学11点多刚下班打卡。你说早晨9点上班，晚上11点下班，一周上6天班，在杭州挣那1万块钱不到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即使你是顶尖高校毕业，也是无法幸免。你是哪儿毕业的呀？清华。那你如何看待现在985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这件事呢？首先我先说，别说985了，我身边好多清华毕业的都说找不到工作。这位清华毕业生问采访者，对于清华的人毕业应该找到怎么样价位的工作有什么猜测吗？回答是至少是2万以上。女孩表示并没有那么多。我身边认识的清华本科加上硕士读了6、7年毕业的同学，毕业出来拿的就是1万出头。首先是这肯定是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的。咱们通常知道的就高材生要去的地方，像什么大厂啊那样的，他们不再招人了。其实这个事儿你想想也很合理，就是当他业务也没有在拓展，然后他之前的员工又干得很好，他就不会有新的空位出来。确
确实需求是少了，然后人又真的多了。女孩指出，这几年大家总觉得本科学历不够，拼命的读研读博，结果是一拖再拖，劳动力反而是越积越多。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状？还不是因为工作不好找，很多人以为提高学历就能有更大的胜券，但没有想到这条路也不好走。你们猜我硕士毕业之后工资多少？今天刚刚到账的，今天4月8号发的3月份的工资3800，真的，我都没有想过自己硕士毕业之后的工资会这么低。我算得上是一个末流211的硕士，生物学专业。我从今天下午看到工资之后，我就心里一直堵得慌，我就在反思自己上这么多年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也是寒冬腊月去上学走过来的，我上了20多年的学，我今年29周岁，我中间也上过班，也上过学，陆陆续续就这样一直到现在。我没有想过自己一路走到现在之后，正儿八经从学校离开之后，工资3800，而且是我第3个月扣除了1个月的，只扣1个月的社保。我上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，上个月工资也是3000多，我总共工作了3个月。博士、硕士都不好找工作，更不用提普通大学生了。我本人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，2024年毕业至今，找了好几份工作，但是都干不下去。因为本科生的工资在南州的话，基本上就是3、4千块钱，实习3000，转正4000。你在南州租房，一个20-30平的房子是要1000多的，除非你租在那种很差的地段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可是很差的地段哪有工作呀？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就回家的原因，是因为真的干不下去。3000块钱是无法承担一个20多岁的女生在省会城市的生活成本的，所以你干不下去，你只能辞职，你只能回家来考公考编。但是考公考编的话，我上次报的一个岗位是县城的岗位。分数经面也是需要130分左右，行测申论考130、140是什么概念？那不意味着一个人刚毕业考1-2年就一定能考上。就连看似繁荣的重庆，找工作的现状也不是很理想。因为我先是在家里面看了很久的工作，有的工作呢，其实上面说的也挺好的，月薪8000到1万加的余波，要么就什么周末双休啊，为写字楼的前台，比如说各种什么电销之类的。当我还在思考这种工作适不适合我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在 boss 上面拒绝我。所以后面上重庆来后，我基本上每天都出去面试，这面了10几天了，每天都面了2到3家，看吧，就这样的写字楼，都面了好几家了，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心动的 offer。昆明情况也是如此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像我这样普通的本科生在昆明根本就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就算是找到了也面临着随时会失业的情况。我男朋友去年的时候他的工资还是15K， 项目结束之后呢，他就换了一家公司，这家公司只给到13K。前2天通知他们团队除了他以外每人降薪1K， 因为他是来的时候就被降过了嘛，然后他们团队还有一个人是被裁掉了。我大学时候一个好哥们，他当时去培训班培训了1年，但是都没有考上编制，他就去红河私立的高中去上班了一段时间，反正现在也是待业半年了。那还有网友指出呢，今年就业形势已经不是严峻2个字能够形容的了，简直就是被彻底颠覆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学历、有文化的年轻人开始扎进底层的岗位，比如像奶茶店、咖啡店的员工、超市营业员，甚至还有送外卖的。我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差不多有2个月没出过门了。今天想着天气还好，就出门买了点东西。回来路上因为太热了，我就进了一家咖啡店。可能是工作日的原因，这个咖啡店今天没什么人，我就跟那个店员小姐姐交谈。她说她是政法大学毕业的，24年毕业即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她说她投了差不多有600多封简历，要么就是已读不回，要么就是工资太低俗，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。他说他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他的未来做过规划。他当时选择法律专业，也是因为在电视剧和网上得知这份工作既体面又能赚钱。他以为毕业之后能够扎根法律行业，但是现实却给了他2个重重的耳刮子。网友还说呢，一位小老板告诉他，他们公司去年招了16个实习生，最后只留下5个，留下他们只因为一个原因，家境好。因为老板认为他们工作很简单，谁都能做。对他来说呢，家庭条件好的人更稳定，更不容易出乱子。发现这个问题好像非常的严峻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说到，就是抖音团播大家有没有看到过？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做传播久了，差点忘了自己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。我在里面刷到过，有2级跳水运动员，有学习新思想争做新青年，
的主持人，有舞蹈生，有护士，甚至还有医生。看到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彻底完蛋了，真的是彻底完蛋了。但是我发现网上的人还有，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是把孔乙己的长衫脱下来了，年轻人现在只差没把自己的皮给脱下来了。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还在怪年轻人不够努力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真的是要把年轻人往死里逼。现在我们小县城的工作就这么难找，工资就这么低，人工就廉价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我昨天去找了一份工作，卖汽车的，他跟我说的是1个月最少要播52场，每一场的话不低于2小时，每个月要发80条视频，还是我自己找文案，我自己拍，我自己剪，一天能做多少事啊？3000块钱，才3000块钱。现在的行情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再说我觉得能够拍视频剪视频，这是一般也做不到的呀，这不是应该算技术活吗？就廉价到这种地步啊。还有自媒体博主说呢，他在网际网络行业干了5年，本以为这几年的经验和做出的成绩找个普通岗位是绰绰有余的，毕竟还拿过一些奖，但现实就是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市场上全是廉价劳动力岗位，而且招聘要求是一个比一个离谱。在几年前，一个普通的自媒体的运营岗位，只需要你负责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。但是今天3-5千块钱，你如果不能负责拍摄、剪辑、文案，甚至商务后期对接，你根本就不会要你。就是我不明白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？是谁给的这些人这么大的勇气去这么剥削我们这些？就我们这种稍微有些经验的人都尚且如此，那么大学刚毕业的那些人该怎么办？怎么样活下去啊？好不容易小镇做题家，这么多年的苦熬过来了以后，失业率这么的可怕。那不仅如此呢，自媒体的工资也是一降再降。咱好歹也是一个就是还可以的一个本科生，对不对？然后主播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新媒体嘛，包可以的。”然后我就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加那个 HR 的那个微信嘛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工资多少？他跟我说12000，我当时就不相信，我说一个暑假工怎么可能这么高的工资？然后果然如此，经过主播的一番询问之下，他这个工资从12000降到了2000、1000。主播说，这看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工资。结果网友还是低估了这个薪水的下限。我是那个线上面试，然后我朋友去线下面试，就是问到那个底薪的时候，哇塞，你们绝对想不到是多少。这个底薪是600块钱，而且你什么都要做，新媒体的那个海报，公众号排版什么的，就是一系列事情，设计类的你都要做，就是那个销售的工作你也要做。这个暑假工的工资它能低到600块钱啊！主播以为1-2千已经够低了，还有600的工资，哇塞，惊呆了，真惊呆了。还有网友说，他作为面试官，真切感受到今年招聘市场已经变得非常畸形，一边是海量求职者找不到工作，另一边却有公司迟迟招不到人，看似是岗位和薪资预期不匹配，但实际远比这复杂的多。有个部门招人招了快3个多月了，还是没有招到。大概的情况就是，我们公司想招个会炸鸡腿的人，只要炸鸡腿，像那种会炸油条的、会炸薯条的，他都不要，而且还得是上一份工作就是炸鸡腿，上份工作炸鸡腿的都不行。还有上个月就在炸鸡腿，就是你炸鸡腿的空窗期不能超过1个月。更恶心的是啊，比如我们公司是塔斯汀的，那根本看不上在德克士啊、在汉堡王这些公司炸鸡腿的人，更不提其他的小公司了。优先考虑的都是肯德基、麦当劳出来。更恶心的是，他们只想花5000块钱，然后找一个值1万块钱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比喻已经很形象了，相信大家都能 get 到其中的意思。现实情况就是，我们的 HR 负责卡薪资，我们老板负责筛经验，都想着候选人很多，后面会有性价比更高的、更好的，整在中间这层小领导里外不是人。你看上这个了吧，说要的太多了；你看上那个了吧，说人家经验不够垂直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